7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埔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好的，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持续欣赏2025年 AVC 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在屏东站。本日的下午的第3场比赛，要来看到的是泰国1队要来面对卡达1队。哇，这也是一个强对决啊！那尤其在卡达1队这边呢，在昨日的转播外面，我们也看到2位选手，包括到 Safe， 包括到这个 Mark Mud， 这2位选手的身高呢都相当的出色，气温从30多度啊降到了29，但是风速呢却在不断的增强。这场比赛呢已经从阳光沙滩排球赛变成我们2位转播者要带着大家透过荧幕来乘风破浪。你好，我是主播钱伟成，很开心为您邀请的依旧是我们的这个郭章荣老师。郭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对，老师，现在男女子组的比赛，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天气、打法，然后要去做一些改变。当然，因为男子组的身高，然后他们的球技呢是更加的这个强烈，所以是不是又会看到更不一样的比赛内容？是，我想在逆风的话，你几乎都会看到他跳发或是发那个高远球降下来的球。那谁能掌握风的因素的话，就是才不会那么快死。就是比较不容易失误。对，我相信所有在网络前的观众朋友都有听到我们的这个收音啊，也是阵强风。的确是，这不仅仅是我们啦，然后包括到球员啊，甚至在场边的工作同仁都非常的辛苦。这一阵一阵的风啊，会带起来这个无穷无尽的这个沙尘。对。那同时呢，强风在场边呢，我们中央的这些。这个要举牌啊，然后要记录的这个同仁啊，哇，真的也是很辛苦啊。对。那我跟老师在转播台这里呢，就是所有的纸呢都要用非常重的物品把它压上去，才不会飞走。好，那现在大会呢要开始介绍2边的球员进场展开比赛。沙滩排球场观赏2025年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编号第51场次比赛由泰国队出战卡达队。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B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tung Open. Match number 51, Thailand vs. Qatar.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Kasim from India. 来自印度。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陈义奇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泰国队 Team Thailand Number 1 Nataton Number 2 Paravi。接着介绍卡达队 Team Qatar Number 1 Saf Number 2 Mahmoud。好，在介绍完毕之后呢，这场比赛待会就要展开了。双方在身材上面呢有这么一点点的落差，但打法应该是这个截然不同。是。啊，在这样子的等于是谁掌握了风势，谁发球更精准啊，对，就能先跨出成功的第一步。是。逆风的接发，好，第一次的攻击就越过了防阻。这个球还有往子里面吹哈。嗯，对。顺风边的发球啊，发生了失误。这次的杀球也非常的强劲。
才泰国女子1队啊，已经成功的胜出啊，闯进到女子的8强啊，这可能也让这场比赛呢，这个男子的泰国1队啊，展现了非常高的这种求胜的企图心。其实双方在来回波的时候，那个举球都相当的稳健。前面的4分结束之后，双方战成了2比2。其实有遇到风的问题的话，通常的我们就会用虚攻，比如说顶球来弥补这一颗球没有到位。所以刚刚泰国已经顶了2颗球了。没错，对。好，在逆风边啊，这球打得比较深远，但还是能够落在界内。泰国这里的就是真的是靠着他们的机动性啊，毕竟泰国比较年轻。对，昨天我们有说到这2名选手，大概都39、40岁。对，2名老将。龙威内的发球。哇！结果逆风边力量没控制好，他这一颗发的比较平，然后稍微有弧度就会吃到那个风。对，他是没有吃到风的。结果没想到发出一个抗风球。去做变线的进攻，是，结果没有能够打在界内。差一点点哦，其实。哇，这球反而不拦到的话，或许还有机会救到。对。当然，这些都是比赛的一部分。是。战况还蛮激烈的，两边战成了5比5的平手。强势的跳发。接得蛮精彩，是直接强力的扣击的 touch out， 是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没错，但是没挡好。其实现在双方的2传都非常的好，不会差很多，不会因为受风的影响。好，才刚说完，这边还是对，还是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风势的干扰。泰国队7比6，1分领先。接发修正，触网。龙威呢，其实也是跳得相当的高。好，看。他这一颗有一点站直拦斜，所以他飞过去。是。对，刚好又压球触网。还是举得很漂亮，对，真的。所以只要做球做得够好啊，就不怕得不了分。其实遇到风的话，你的举球要再放慢一点，不要太早对球，要等它下来一点，你最后那一击。对。好，这就等
到了。哦，太。其实我在影片曾经看过，就是那一颗球掉下来的时候，刚好他的脚勾到线，对，然后产生硬赛。就滑出去之后，对，踢到改变了线的这个距离，对，然后踢到线刚好在硬赛。那这样要怎么算呢，老师？照算。哇，对。没想到这可能是一个比赛当中的 loophole 啊，就是说小小漏洞。对。连挡2波，哇，难以跨越的卡达高墙。是他的拦网执行的非常好啊。他原本站斜，然后偷拦子的是第一颗，然后第2颗下来马上就跳了，加上他人够高哈。对。还能够救回来。聪明，非常聪明。他放这一个真的是太有水准了，太厉害。哇，而且是爬着网带过去。对，那个力量刚好哇，这真的太猛了，太夸张了。以为不会，我刚才以为不会过，结果他插网过去。这一颗举开了。对。被封啊！对，给带着，越带越开。对，好，现在目前呢，泰国1队呢暂时是取得了10比91分的领先。对于2队双方来说啊，都是中签王啊。对，因为你也不晓得2个国家的1队啊，会在16强的这一轮啊，第1场比赛就相遇。是，那就是签运。好，现在的话，那就是卡达这边呢，暂时在21分的技术暂停的时刻呢，他们是11比10。仅1分领先，是，因为都是这个在这次参赛的各个国家当中啊，就所属国家当中的1哥啦。对。那现在在16强的第1场比赛正面交锋，卡达拥有较好的身材，泰国这边呢拥有更棒的这种判断跟机动性。休息完毕之后，目前看起来啊，就是说也找不到彼此，也找不太到对方的这种弱点，可以这种往痛点来打。马上是不是呢？下一颗就马上调整回来。其实这种2个强度都差不多的，差别就是那个差一点点，差1颗的失误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出发。啊，有触碰到网带吗？因为这里啊是直接把分数判给了泰国。哦，有，很明显。哇，哇，这真的就是，我觉得还是身材的优势。是，他们执行的很好哦，那前拦后防执行的很好。就在激烈的拉锯中，哇，这发球相当强劲，是，这就是逆风区的好处了。对，它有一点切扣哦，有点相交的感觉。对。
出来了，出来了，漂亮的 ace 球，就是这一颗。发了一个夫妻球。对。这就是在逆风发球的好处啊。是。暂停。好，对，两个名老将了，相当有经验，这个分数要被拉开了。是。所以赶快喊个暂停，止血一下。我想泰国队这一波的发球刚好在逆风啊，这可能是他这一局该局有机会胜利的方程式。那由于卡达这两位选手啊年纪稍长，当然也希望啊就是每一场比赛啊，局数或者是分数就能更精简，越精简越好。是。因为昨天我们有看到他们的赛事，在过程中，其实尤其到了这个第二局的中后段，就会想办法找一些机会啊，一下擦擦眼镜啊，是一下对，就是争取休息时间。这个接发的任务还没完成。是。又是被风给带走，直接带到网子上。哇，这边的逆风区的发球收获满满。对，得了4分。这一颗有点举开了突然外面有球飞进来，中断了比赛。是。这两个场地啊，算是当然紧邻在一起。是。不过这2天的转播倒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这倒是给了卡达一个好机会。因为原本刚才是泰国要准备发动攻势了，而且这一颗也取得非常的不理想。这算是一个幸运球。对。逃过一劫，对，这一来一回啊，差蛮多的。对，好帅，对，打出界了。漂亮，是，还要再守一波。他要拦直了，就看做的好不好。这一颗可以哦。风吹，两个人默契出了一点问题。因为那是风吹哈，他以为设定刚好。对。这真是临时的反应了，天气的影响。对。原本想要直接冲到网前呢，再杀一颗的。是。他这一颗他是站直拦血，18-14。哇，然后也是一个 lucky ball。对，泰国一队啊，这对搭档呢，基本上在积分的排名上啊，是能够超过2000分的强队。是。
被拦到。但现在泰国一队的领先的分数够多。是，他是一只手拦斜线。好，现在决定要来喊暂停。3分的差距。其实卡达的1号已经在撑，嘴巴张开了，其实他已经很累了。嗯，那泰国队喊暂停，可以让他休息一下下。对，毕竟有年纪了。男子组的比赛强度比较强，然后刚好遇到泰国的支队组合啊，是，就是攻防两端都还蛮机动性很好。对。所以当机动性好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攻防节奏容易被对手给带坏。对。重新回到比赛场上。马克马，没有杀在界内，那这样子的话，泰国就听牌了。对，可惜了。好，这样子泰国一队啊，面对卡达一队的这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决啊，强对决。在第一局的比赛呢，泰国是暂时21比16，取得局数1比0的领先。好，接下来啊，可能会替卡达队比较担心了。那主要担心的点就是这个比赛的时间一拉长，然后第一局又没有拿下来的话，可能就说体力会是一个蛮大的考验。是，我想泰国队他也掌握到他的发球，逆风的发球。那卡达队因为在面对逆风的接球是不尽理想啊。反观泰国在面对逆风的话，接的比较好，毕竟卡达的跳发的犀利度是没有那么好。对，所以泰国队会赢，就是他们有掌握到风的因素哦。对。在篮球圈里面，就是有控制篮板就控制天下。是。那现在在这样的环境，谁能掌握风，哎，谁就能成为场上的王者。是。那对于卡拉这2位选手来说啊，也丢了1局。对手又相当的年轻有活力。场内应该是在选边的时候有一点误击。这个逆风区呢，现在变成了风水宝地。对。然后逆风接球那一区不是好地方。可能观众朋友说这个体能，第一个他们年纪大了，第二个他说可能观众会想，现在都没有太阳，风大应该很凉快，是，但是这个强风当中，你要尤其在逆风区的时候，其实你跑动啊什么，事实上这个风阻也很大啦。你遇到切风的时候，那球会掉得很快。对，然后你跑起来也会有阻力。大家都有在台风的时刻啊，就走在街上的经验过，就是哇，你这个对抗风的时候走起来其实蛮累的。对。虽然是逆风，这是泰国一队的得分，哇，触啊，触啊。好，守得漂亮。
变成开网的一球，哎呀，挡下来啊，队友也没办法接到。所以为什么刚刚在赛前呢，卡达这个2位神拜啊，就一直在争吵说我们要在逆风区啊，这绝对是有原因的。是的。哇，第2次的发球出界是。好球，是徐公这边呢、又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3比1。稍微修正回来，往后退，直接打出界了。在逆风接球没有接好，就是会产生这种失误。对。可以看到这2队搭档啊，在场上的这种面对比赛的氛围差很多。对。每一球都非常积极的扑抢、扑救。调整的太多了，在逆风啊，想要往前举一点啊。哇，泰国那个2传举球很少失误，对，就是抓风抓太多了。对，做球给对手来杀球，4比3。好，总算轮到卡达这边了，在逆风区了。是。连续2次，这失误应该是忘记自己在顺风边。对，突然一下没有调整过来，所以你看这一个举球啊，其实是往前送的。对，没错。那你往前送，风在一带，哇，那对手可笑开怀。对。然后有压在，没有压在线上，是奥赛。这一颗差蛮多。好，发球的落地得分，真的是在逆风区啊，逆风而上。我想现在卡达说那个分数是不是翻错了？应该是没有了。老经验了，狐狸这故意就是在7比4，对，争取一下休息时间。对。啊，这一个逆风的发球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是一场非常有内容而且很有趣的比赛，就看两边怎么样在抓这个风，谁抓得更好。我觉得漂亮。对。还有啊，应该没有了。这只是拼劲，可以看到董威呢，在第一拍挡下来之后，哇，从网带下穿过去，基本救这一个。对，基本上那个球是从有效区出去的话，是不能再救回来。对。哇，这一波现在是已经取得了9比5，4分的领先了。是，泰国队失误蛮多的。不过他已经来这个逆风区的发球。对。老将Saif直接拦网在界内，
哇，看起来双方啊，现在卡达队在这一局里面要逆轰高挥啊。现在优势好像在卡达，好像现在泰国一直在不顺。嗯，哇，哇，这真的就是比赛，就是这种玄学非常奇妙，你很难解释。当你气势来的时候，做什么都对，这时候赶紧这个喊一个暂停嘛。泰国队喊出暂停。所以的确也不好解释。那年轻有活力啊，但有的时候可能包括经验或者是过于兴奋，有的时候啊，因为在运动心理学上面，有的时候你这种不管你的亢奋的程度太低太强都不好。对。比较专有的名词就叫这个觉醒啊，所谓的觉醒的能量上面，在这个所谓的这种大灾难理论里面啊，就是说你的太高太低都会影响到你场上的专注力。然后这个暂停是有效的，再把专注度给拿回来。然后好好把握在逆风区的这边有效能够得分的机会，就看发球了。没错。打到了网袋，机会来了。好球啊！暂停回来的效果真的很好，连拿了2分。球也不用想追，因为刚好这个顺风啊，球会被越带越远。是，追了也救不到，对，浪费体力。还是维持在5分的差距。哦，不太对了。哦，这也算是将错就错。是他的起跑点啊，急停要起来的时候没有站好。对，而且是风的因素吹到后面。哦，对。其实虚攻蛮好用，遇到风大的时候，就是用虚攻的方式去做处理，这样也可以轻易得分。对，其实你只要一往上点啊，有的时候就算看起来可能没有机会过网，但是也有机会带过去。对。观众不要怀疑，现场的风就是这么的强，然后也是一阵一阵的，所以这也是让选手在场上真的很难掌握、完全掌握的原因。对。这种感觉很像在打高尔夫球，因为高尔夫球也是会受到天气环境的影响。是。那有的时候，哎，这个风是所谓的 slice 风，是往右吹啊，就你打得很左边，就突然没风。好，暂停回来。漂亮，他交。这时候就做到了。举攻一球，飞扑。马上上手把球挡下来。哇，这一颗球举的，哎呀，没有击过网。那现在可能反而是卡达要抓紧时机啊，是看是不是在待会啊，如果又是泰国得分的话，他们可能要想办法喊个暂停。哇，这个真的是不好接，真的从3楼打下来的球啊，又快又强。
救到。是。哦，落在界内 ，nice。董温呢？这几次啊，其实都还是受到风的干扰，然后起跳的点呢有点压到，对，受到影响。非常强劲，老将一样强攻。沙伊夫身高够高啊，然后队友的做球也做得不错。对，这个强行的穿越。哇，又是被影响到。还有，已经第3次了。过来了，直接第一拍挡回来。好球，没办法。是。我想风真的是影响蛮大的哦，因为泰国队现在举的球是比较高，可以考虑稍微举不要那么高，哦，比较好抓到攻击点。哇，蛮高的，挡得漂亮。是。还有。虚攻来的，哇！对，其实来回好几波，其实在救球部、在救球举球不好举，那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像虚攻这个方式，能得分，哦，对，好，沙伊夫呢？刚才啊，在地上坐了好一会，然后这边呢，这个多次的来回让他耗了非常多的体能，失血过多。对，昨天呢是有在地上啊，有点也不能说佯装啦，可能脚有点不舒服，然后刚好也为自己争取一点休息时间。是。逆风边的罚球得分。哇，现在。我觉得刚才这一个前面的这1分啊，真的耗损2个人太多体力了。对。啊，又直接被挡回来，有打算要喊暂停吗？对，没错，他们要喊暂停了，非常聪明的决定了，非常聪明的决定。缓和一下，现在赶快先进入到休息站，加个油补血哦。是。缓和一下，当然这个血条是没有办法补满的，对，最起码再撑个这个1、2个 play 啊，是，先把分数拉到这个18、9分啊，我觉得都算是有收获。是。哇，现在进入到下午的快要4点钟了，天气的变化越来越大，风我们刚才觉得风已经很强了，但现在又变得更强。没错。我跟老师呢也算是一个转播初体验，就是说在这么强的强风当中，这也算台风前夕的比赛环境里面了。是。然后来转播比赛，然后选手就更辛苦了。而且现场现在好像开始已经有了些许的雨势。对。暂停回来。哦，暂停真的有用啊！补血有用。对，这一颗太极还逮到后场的角落。真的要喘过气来，真的很重要，真的，尤其是对于沙伊夫来讲。马克马的发球。哎呦，反应真快，还有一次机会。哦，啊，这的确是要为自己来加油打气，这个反应真快。是。然后掉到后场落地得分，哦，现在比赛有变数啊。现在在逆风哦，卡达比较劣势哦。对。举得漂亮，举得漂亮！对，哇，可是被拦到。其实发得很精彩，但接的也很漂亮，做的也不差。是，但没有想到拦得更棒。对，我能够称赞的
这形容词都已经用完了。哇，仅仅剩下1分差了。是。对，沙伊夫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就打第2颗就好对，了。2级变换节奏也是一个好方法。好，现在的分数，泰国1队是有点压力的。哦，抓到了。对，机会来了。好，现在这就是我们刚才讲暂停回来，真的呀，就整个按照剧本演出。对，整个运势就在卡达这一边。对，我愿先攻到18、9分啊，心里会很笃定，因为自己笃定，然后对方会担心。是。而且马上又来到他们的逆风区的发球，球到后方一点，来得漂亮，拦下来，第2个点进来，哇，还活着。是。球还活着，他趴下去这个蛮好力的。OK， 有。哇，还有，这是精彩的对战，是，好几波这分还在。哎呀，刚好被队友挡到了前进的路线。我觉得双方都打得很精彩，但是这边又把沙伊夫的血条给用完了。我想他会抓时间休息了。对，但是已经听牌了，20分，泰国要连追4分啊，要连救4个局点。是。Set point。好，直接发出界。住一口气，把这个分数拿下来。好，没问题。在前面呢是16比21输掉1局，但是呢第2局呢是21比17扳回一城。接下来双方呢在这个16强单败淘汰，要进入到决胜局。是。我想泰国队赶快调整哦。那卡达队毕竟有年龄哦，那靠泰国队的年轻的体力哦，来压制一下泰国那个卡达队。对，那因为在决胜局啊，两边都还是要，刚才有看到主审在抛硬币哦，让双方来决定，是，就是要先从哪一边开始攻，哪一边开始守，然后一翻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莫哈默的第一时间就是逆风区。没错，没错，没错。哇，这很像我们小时候在玩游戏，要点兵点将，要直接先选最强的那一个。是，就这个手指指的有够快的。是。哇，这是龙争虎斗，然后你可以看到，就算是年轻力壮的泰国1队，这个包括到邓威内，这个 Baloo 呢，都是哇，也是气喘如牛啊。对。好，决胜局开始。虽然在逆风这边开局啊，不过是由泰国这边拿下了第1分。好，哇，这样子让对方兵不血刃的得分啊，其实就比较伤了，因为你好歹也得让对方接一个，然后做一个，跳一个，然后去消耗他的体能。没错。这让沙伊夫非常不能接受。他说：“我没有触碰到网啊。”是。我想哈，风往里面吹，那个网只会往他身上吹，可能会比较容易触网。
好，现在多吵一下，就是多休息一下。补血。嗯，对。哇，现在不仅好，我们从这个角度再看，身体啦，是身体啦。因为风这样吹，那个下面的白带是往它的方向。哇，现在因为雨势已经下来，在逆风区不一定是件好事了。对。所谓为什么呢？当然你有发球上面的一些小小优势，但是你现在是面向雨势。对。哇，这个大雨瞬间倾盆而下。是。啊，我真的对，待会呢，我们中华队的阿玲跟阿恒啊，开心欢乐啊！对，这怎么这是要拿比赛？好，又在争取，我们对，我们都是这个反走过必留下痕迹，看一下，其实很接近，超接近，麻烦请大会工作人员协助发放雨衣给我们的裁判以及工作人员。麻烦大会工作人员你看我们裁判发放雨衣，除了选手之外啊，工作人员，谢谢。裁判呢现在也要淋着大雨，哇，我们真的要献上12万分的这个致敬敬意。是。现在场上的裁判都还没有办法穿上雨衣啊。工作人员利用时间换上雨衣。然后现在在场中央的记录台，真的就只能暂时先撑个雨伞。好，大家都想赶快呢，这个先看到了这一场比赛呢，要分出胜负。是，但目前的分差呢还是相当的激烈的。这边是有泰国一队的得分。你看，现在在逆风区啊，这个雨是往脸上来打。对。漂亮的虚攻，放得很漂亮。对。这边也是顺着这个风势啊，轻轻点一下就过去了。有 touch 到球，没错，4比4，哇，在抢15分制的比赛，是现在两边啊是火力全开，是每一分都很重要。对，油箱里没有油啊，这个没关系，储备油槽都要这个准备好。哦 ，nice， 压在 corner 底角的线上，对。沙伊夫呢，真的是用肾上腺素在面对比赛。这一颗球还过力发奥赛。但因为现场呢只有雨势，目前没有闪电打雷啊，所以不管雨势再大，其实比赛都还是会继续进行。没错。但这个台风天啊，会带来的影响呢，还不是只有比赛而已。工作人员啊，对，工作人员，而且在比如说比赛结束之后啊，这个有没有这个飞机机票会不会受到影响都不知道。对。卡达一队现在有着1分的领先。应该是有在界内哦，是没错，而且也因为这个雨的关系啊，其实会让，其实对于泰国队来说，我觉得可能另外一个加分是机动性会变得更好，因为这个沙已经没有这么松软。对，因为下了雨，它的沙会比较硬一点。对。好球，好球！哇，双方真的是旗鼓相当啊，都中前往。我们要再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这是卡达一队对上泰国一队啊，对，一哥之间的较量。是，
哎呀，3-1一发直接挂在网上，7比7。我想应该是雨啊，雨淋到眼睛。我跟老师现在千幸万幸啊，目前这个雨还扫不到我们这边。非常强劲的杀球，哇！相当艰辛的一场比赛，是，而且这一场赛事啊，真的会给全体人员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没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暴雨中打球，但不一定有强风。对。可惜再把分数给追回来。这个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啊，球员都可以很骄傲的去问他身边的这些同才好友：“你有在台风天比赛过吗？”没有，我有。哇，这个顺风还真是吹不回去了。对，9比8。哇哦，这个发球失误会付出代价。是，原本想要拉开比分的。哎，这边也发球失误还了回去。好，在场上，雨是一直不断的下来。场边的工作人员呢，其实该撑伞、该穿雨衣的都穿上雨衣了，但是第一裁判、第二裁判呢，现在都没有时间穿雨衣，而且甚至连我们场边的摄影大哥啊，也都来不及穿雨衣。没错，真的很辛苦。哇，又是一个发球失误。是。哇，好不容易对方把分数还回来啊，真的是这个可不是礼尚往来的好时间点，而且马上呢又换边了。对，这下也有影响到一些节奏。对。哦，找时间哦，你看故意在插球。哇，这边就没有落在界内了。哇，失误！好，这要暂停，这要暂停。好，暂停的时间里面，我觉得现在第一裁判、第二裁判是不是赶快有人可以送个雨衣过去啊？这场比赛判完之后啊，真的是从头湿到脚趾头。对。我想他全身已经湿了，再穿雨衣也来不及了，反而更闷。对，干脆就一路湿到底吧。现在我们看到2个选手的镜头啊，其实这2位摄影大哥呢都是没有穿雨衣的。对，大家这共体时艰，共患难。好，暂停回来，这个2分的落后差，其实如果在15分制，而且已经过了一半的情况底下，这个分差是巨大的。是。的发球，好，扑接不到了，这1分追的重要，在逆风的情况底下，但是卡拉队并没有能够拿到这1分。马赫曼，
的杀球被接到了，两边要比高度，这一球有过网，所以是泰国队的得分。哦不，这是卡达队的得分，对，卡达队的得分。反应够快，是这分泰国一队一定要拿下来，要不然比赛就要结束了。对。现在可能对于卡达来说啊，这个2分赢得比赛啊，变成场上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这一分关键中的关键，卡达拿下这一分的话，就差1分赢得比赛。但是没有的话，就是直接被追平，压力巨大。好球，听白啊，弄清啊！这不仅仅是选手非常大的考验了，下大雨大的考验 ，match point。对。哦，还活着，还有1分要追，而且是在逆风区的发球。泰国一队能不能上演逆转胜？非常考验，这是董文内的发球能够过网，做球。萨伊夫的这个杀球落地，比赛结束。恭喜卡达队！哇 ，What a play，What a game！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赛事，在狂风暴雨当中，最终呢，卡达一队啊，真的是惊涛骇浪的击败了泰国一队，在决胜局里面15比13惊险获胜，进入到今年赛会的8强。是，哇，真的让大家都真的好扎扎实实的上了一课，而且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对。不过接下来呢，马上就是我们中华队的谢亚人吴信贤呢，要迎接呢他们在16强的第1场比赛。他们不是这个打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他们是从头开始就要面对这个恶劣的天气。观众朋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的中华队需要您的加油。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欣赏这场比赛。